架形是学习国标舞的最重要的基础。我们频道之前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多个有关架形的教学视频。大家知道，摩登舞中的基本架形有2种，一种是华尔兹架形，它包含了弧步、快步和维也纳华尔兹；另一种则是 Tango 架形。但实际上，即使是同类的架形，比如华尔兹和快步舞，也是有所不同的。为了使大家系统的学习和掌握不同舞种架形的差异和特点，这里汇集和编辑了刘太元、林依莹老师不同时段的相关教学视频。通过这一期的学习，相信大家会有很大收获与提高。我搭一个华尔兹的架形先，这是我们之前华尔兹弧步的一个架形。OK， 我们的力量是感觉一直在延伸往上扩。OK， 好，现在我搭一个我跟林老师 Tango 的一个架形。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看我在做华尔兹的时候，我们2个人力量是从下往上兜起来的感觉。看吧，你站没大胆站没关系，感觉是你看是这种感觉啊。我这是夸张的，他跳的时候肯定不能这么跳啊。感觉的力量点是感觉是往上这样上去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到了 Tango 之后，力量其实是在，看吧，他是在去他那儿。你看再看一次啊，走，哎，他是这种感觉啊，这是夸张的啊，故意分开给大家看的。你看有一种。我往我的左边，他往他的左边。我们是靠在后面，是做对拉的。记住 ，Tango 的力量我们是没有摆荡、没有升降的，所以不能太多想着有这样兜上去的感觉。为什么？你起不来，你的腹股沟跟膝盖永远是什么？松弛的，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兜的感觉。所以我们只能找什么？找这种你看2个人有一点点对拉的感觉。OK， 好，你看现在开始了。先教一个基本功的搭架，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是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啊，略过一下。左手看好，男生首先记住，所有男生你的 Tango 等于或小于90度是没问题的，不能大于90度。什么意思啊？不能这样，这是华尔兹，看到这个左手了吗？不能这样，这样你的 Tango 力量是散在外面的。90度，或者如果说同学啊，你觉得小一点更好跳的。这样都没问题，但是绝对不能大于90度。OK， 这是第一个点啊。女生的手跟华尔兹不一样的，华尔兹的力量是往下推的力量会多一点 ，Tango 可能稍微往外翻一点。为什么？因为对抗力量强了，你这个样子你的力量会软掉，所以可以带一点点气，但是不要完全横起来，一点点斜45度感觉起来一点手肘。为什么？找一点点对抗啊，这是没问题的。OK， 这是跟华尔兹区别。第二个点。贴靠位，看好，我们2个人上来的时候，看我的左脚是在它外面，女生也是一样，看啊，然后右脚是前后脚，不要并死，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上来2个人天天像膝盖对碰，啊，就这个原因，前后脚，然后贴靠位跟华尔兹的位置是一样的，在我们的 A 点，这个都记得吧 ？A、B、C、D 啊，2个人都还是在 A 点。然后看好，右手男生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呢？华尔兹是用手腕，记得我说过，用手腕托起来 ，Tango 是用小臂。为什么？还是那句话，力量强了，你用手腕你抓不住，你到后面9阴白骨爪子出来的，扣烂了都扣不住的。所以我们要伸进去一点，用到你的小臂，看转一圈给大家看看，看到吗？看到吗？小臂，华尔兹是什么？手腕，小臂。小臂，好，女生也是用小臂，位置在哪儿呢？你华尔兹是不是搭在了男生的这个二头肌这上面，对不对？刚好就是在他的二头肌正下方，托起它啊，不要劲太多，劲太多就夜来香了。要戳嘎，明白什么意思吗？你看啊，华尔兹搭在哪？二头肌的正上方 ，Tango 就刚好在它的正下方，然后不要再往里去伸了，对，就夜来香了。对，你回去闻一下你就臭了，手就臭了啊！一回去手都入味儿了。OK， 看好这个位置，你看男生记住啊，错开，左脚在外面，女生的左脚也在外面，不要感觉是2个人正对着的，错开，贴靠位 A 点，找到，然后你看男生小臂，女生小臂，然后一起把腹股沟放下来。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 Tango 的形态。对了，你看同学们，我们今天 Tango 里面的5个扯啊，我跟刘老师做一遍示范给到大家，我们稍微侧形一点。看我们第一个扯啊，就是男士的左边的胸口啊，去带动我们的手臂去往回去扯动，看到吗？啊，那么第二个扯就是女生，你是通过你的左边的一个后背啊，也是一样去往回去扯住。往我们各自的什么左后方，看我们衣服这个位置拽着，我们左后方的位置去扯动啊，我们再夸张一点，左后方的位置去扯动，看到吗？好，我们把我们架形搭上，这是我们的1以及我们的2。那么我们3的位置的话呢，就是男士的一个右边的一个手肘的力量啊，它是放在女士的左边的一个肩胛骨的位置上。对不对？所以你看它的第3个扯的力量是往外去扯动的。如果男士再夸张一点啊，它会显得像是它的右边的力量是扒拉着女生啊，这是一个夸张的一个形态啊。那么女生的架形就要放在我们男士的一个上方啊，这是我们的第3个扯的一个力量。第4个扯就是我们男女士共同的一个。我们头的风池穴的位置，同时去往上去做的这个扯动，好，那么我们第5个扯就是我们说白一点，就是我们脱裤子放屁，就是我们的力量是往下扯的力量，两个人的力量都是往自己的脚下，我们的重心去放的啊，都是同时往下去放的。你的尾椎是垂直于我们地板，这个就是我们的第5个扯。再把我们的前面1、2、3、4的扯。带上，看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我们做分身也是一样的，尾椎朝下，力量还是往下去撑住、去扯住的啊。包括我们做西班牙托步的时候啊，也是一样，力量各自的扯还是保持住，好，并脚分身还是沉在我们的地板上，尾椎骨还是朝向我们的地板。啊，明白了吗？这就是我们 Tango 里面的5个扯的一个力量。讲一下我们胯部的架形。胯部其实我们搭架的位置啊，就是两个人搭架的位置，其实跟华尔兹、胡布都是一样的，还有维也纳都是一样的，形态就非常不一样了。OK， 看好，我先搭一个大家觉得的华尔兹的架形。这是我华尔兹的架形。OK， 现在我换一个我们的胯部架形。再到华尔兹的架形，再到胯部的架形。这个是华尔兹的一个架形啊，同学们可以看一下。不用动。然后这是胯部的，华尔兹，华尔兹，胯部，华尔兹，不用动，不用动，动他们看不见。胯部，华尔兹，胯部，华尔兹的架形，这是我们两个的架形位。好，这是我们的胯部位，这是华尔兹。这是胯部，这是华尔兹，这是胯部。胯部时候，你看我们这边的贴靠是收进去的，有没有看到这个缝隙非常大？我们这一块都是有空隙的，但是华尔兹它反而是什么？贴紧的，给住的。对，这是胯部，这是华尔兹，看吗？所以我看我们上半身的空间也是有所变化的。一华尔兹，胯部。OK， 视觉效果是直了一点，真的是直吗？不是，不是，我只是把我的贴靠距离变短了，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贴靠距离什么变短了？我在跳华尔兹时是从我的横膈膜啊，你们说的横膈膜，也就是我们肋骨的最后一根，到我们腹股沟弯曲的这个位置，折叠处这一块，你看，我跟林老师在贴靠的时候都是需要给住的。
所以是你看我们华尔兹就是这样，贴住的。对，你就算身体不打开，我们贴合位置也是这么多。对，好，快步会把这个位置变短，我们可能只有中段的位置到横膈膜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的腹股沟是不贴在一起的，几乎不贴在一起。当然，有一些动作在运用胯的时候还是会有，但是呢，我们基础贴上位的时候，你看腹股沟尽量不会去把它贴那么紧。就是在这儿。啊，这是我们的快步。这样拖起来不变，但是下面空掉了。对，啊。跳快步的时候，不要再像华尔兹一样。给，女生不要一跳快步。来吧。老师，哎呀，我喘不了气了。老师，为什么？跳不动啊。老师，原因是什么？你方法错了呀。华尔兹的速度多慢呢？1、2、3， 1、2、3，快步呢？1、2、3、4、5、6、7、8，你还张这么大，头还仰那么大，你觉得你能做吗？我们单人搭架手，男生也是，不要一上来像华尔兹一样给那么大，就直一点，这就是快步。还是看45度，架势没变，但是你看这里是直，这里不用给下去，膝盖是微弯。保持这个幅度去搭架，这是男士的。我们在跳快步就这样跳的，你才能灵活起来。啊，女这个生也是是女生，你看女生不要像搭华尔兹这样。你看我们女生，你看我们华尔兹不是感觉是延伸啊，给膝盖啊，托起来啊，这有啊这么大，对不对？你这个状态你怎么跟那个快的速度啊？开不了，所以你跳不了了。是的，所以你看怎么办？你看这些托给都是要继续做啊，我慢慢改正啊。你看我需要干嘛？首先贴靠位变短，所以这里要进来，回来一点。你一进来的时候，你看你会发现你的膝盖自然就会从完全给出去到回来一点变成微弯，然后看头部的力量，你想打开可以把你的胸腰的位置变高一点。看到吗？推高一点，不要让你的胸腰下那么大，胸腰高一点，直一点，在这个位置。好，这是快步。然后我们的沉肩还是有什么手的接触位、大臂的接触位，这些都是一样，不变的。当看正面的，所以当男生上来的时候，感觉就是你看，其实就是直直的，对，手的力量都是推动的。然后只用这个点这样也不对，我们只是说不粘到腹股沟，腹股沟在这儿看到吗？我们粘到哪儿？粘到中段，看到吗？这都是你看，对，这东西可以。膝盖微弯，看到吗？只是这个位置是有空隙的。记住点，为什么不能像华尔兹这样贴那么长？我告诉你，因为快。华尔兹，你看我可以从这儿到这儿，再到上面走，它是对不对？连接起来的。当你快步的时候，1、2、3、4、5、6、7、8，1、2、3、4、5、6、7、8，1、2，你来得及吗？你8块跳一个动作，根本来不及，根本来不及。所以你只能到哪？就没有这儿，所以我只有这儿开始。你看，它只有从这儿开始，1、2就没了，1、2结束就没了。华尔兹可以什么？从这儿开始，1、2、3，节奏慢呐。你的右旋转的力量，你看，比如说华尔兹，我可以什么？哇，看到吗？可以做一个哇，再过来。OK， 快步我只能怎么做？快步我们就不能连接到我们的折叠腹股位的这个位置啊，腹股沟的这个位置，我们就只能从这儿开始。所以快步可能只是你看，结束没了，对吧？看到吗？一下子两看走，1、2、3，结束了，就没了，不需要做这个过程。我只需要给走结束，啊，同一个动作，对不对 ？Natural turn，Natural turn 上去那一下，华尔兹，对吧？你看，我们感觉就是要做一个什么？从下面，对吧？你看距离上去，快步我只需要怎么样？你看，我只需要到这个位置，因为你看从这个面，它能拍到这个侧面啊，不要总拍正面。你看到这个位置，因为我们的腹股沟这个位置是没贴的，女生站到最中心，没贴的，我们下一步只需要干嘛？你看给中段。
给中段，走了。我们再来一次啊！啊，你看啊，5、6、7、8 slow 给中段，看到吗？再看一次啊，5、6、7、8 slow quick s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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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ck slow， 看到吗？所以我只是中段，中因为段给因为我只连接了中段跟横膈膜这块，所以我只需要给中段。华尔兹还连接了腹股沟，所以我就要给它填满，从松腹股沟时候开始填腹股沟，再到中段，再到上面，它距离长就会变慢。前面的这一块的位置啊，这块位置我们在跳快步的时候，给到男生的力量啊，应该会更强，就是把男生往上拖起来。看到吗？非常强的华尔兹啊，华尔兹的开始右转。哎，你看，比如我们说开始右转，哎 ，1、2、3，快步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不会往前的去大幅度的延伸，我可能只是一个到位给身体，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啊。啊，我们就感觉是，slow 给 quick sl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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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到吗？所以女生这一块的力量会比其他的物种会更强一点，给到男生的。如果这个基础点你没搞好的话，后面的步子你会跳得非常拉垮。为什么？你一定会用华尔兹的身体位置和华尔兹打开的感觉去跳快步，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得上那个节奏。快步还有这种动作是吧 ？quick and quick quick and quick quick and quick quick and quick， 你怎么完成呢？如果按照华尔兹打那么开的话，华尔兹的做那个follow away 那种 sustain 那种动作，那应该怎么做的？你看华尔兹的感觉是往后推脚，你看，哒，看到吗？你看华尔兹做这么大，哒，快步只有几拍？1打2。quick and quick， 1打2，你怎么做？所以那快步可能就是什么？就是它变短，力量收住，然后你看就是滴答答，然后滴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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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了。我想表明的是什么呢？特别是女生，无论你是在练这种弹跳、原地的，对，踢腿的，看好吗？把这个位置给我放高，不要再像华尔兹一样，不要在这个位置不要靠了。稍微垂直，但是你的这个位置贴高位的位置一定是要完完全更加丰满、更加多一点。所以你的灵活性是源于这儿，不是源于你的这儿，一定是源于这一块的位置。你给的高，你自然就会灵活。中段一定要有收紧。对，那它是一个把杆，你看像华尔兹一样，你看我们从下面把男生撑起来，对不对？但是在我们快舞的时候，我们是直接中段这个位置是更强，给对方，是把它给推开的。给对方，我们的这个位置大快步就是哇，林老师好棒。对了，外侧 slow quick and quick go slow and quick quick and quick。维也纳的架型是否跟华尔兹是有区别的？我告诉你们，在实践当中啊，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实践当中区别不大，但是我个人觉得微微有一点点区别的就是我们的接触位置会稍微长一点。你不要说高，什么叫高呢？不是说直接用这儿去找，而是说在原有的基础上再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维也纳速度比较快，如果你按照华尔兹的这种大框架跟那种重量感，两个人的重量感去跳的时候，第一是对于我们成人来讲非常吃力，沉重啊，非常沉重，非常吃力，而且你没办法去控制那种惯性。那当然，你是一个能力非常棒、非常优秀的选手，我们不说，你想去把它做得很夸张、很大，那我们也不说。但是按照稍微保险一点的，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高一点，就是从你的腹股沟开始，一直到你横膈膜可能再上一点点，一点点的位置。OK， 这是第一点，有区别，但区别不大，实践当中区别更小。OK， 明白吧？第二点，维也纳当中跟其他舞种当中最大的不一样的是什么？第一，升降。维也纳华尔兹在我们的书本上讲的是没有升降的，具体体现在哪里？具体体现在我们维也纳上去右转上去啊，右转上去的第3步是全脚，不是脚掌，是全脚，看到吗？
你们再看一次啊，你看上去第3步回来全脚，不是脚掌。女步也是上去1、2、3，第3步回来全脚，不是脚掌。那么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们还是一句话，华尔兹节奏慢，维也纳比较快。华尔兹，当你2只脚伸上去之后，你有一个时间点，有一个拍3，给你时间去做下降。维也纳没有，维也纳的3并脚跟，这是一拍做完了就要走了，下一步1就要出去了，它没有时间再让你去做一个降的时间再去出去，能懂吗？没有时间让你去降一下再出去。你只能是一步到你要发力的重心位置之后，直接就推出去。男女是一样，女生也是到了之后推出去了，没有时间去往上走了。那如果你用华尔兹的方法去跳成维也纳那样，会变成什么样的呢？会变成窜、窜、窜。你不是靠脚的推动，身体的摆荡摆上去的，你是靠惯性窜上去的。这种情况在线下我看到的往往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很多同学在做左转、转换左转或者转换其他动作的时候转换不来，因为你整个人已经被惯性牵着走了，你没办法用你的脚去实打实的走出这个步伐。OK， 这是第2点，摆荡的问题升降的问题。维也纳书本上没有升降，现实当中记住做一个什么呢？脚不伸，身体有伸。OK， 第3点就来了，问题就在说这个身体伸。那么这个身体伸是什么呢？是上身到第3步时候做的一个修饰性的一个倾斜。OK， 何谓修饰倾斜？就是上身做出来的，用上身故意做出来的，用上身去演过来的，为了去把你的下盘摆荡这个摆荡做得更满而做出来的一个修饰性的倾斜。怎么做？同学们，一样，在我们的3并回的那一瞬间，男生延伸你的左边，收缩你右边的腰肌的位置，看到吗？再看一次啊，你看第3步1、2，然后准备第3步回来的时候，腰肌收缩，左边上升，而是做出来的。女生一样，因为维也纳的动作是正反嘛，一样的感觉。你看出去2，第3步的时候，你看左边上升，右边腰肌收缩。OK， 能明白吗？然后我要你们产生到的一个形态是什么形态呢？做完这个延伸跟收缩之后，你们的最终形态应该是像侧面的一个 C 字的形状，看到吗？我用我的身体做出了一个 C 字的形状啊，女生也是感觉要用你的身体做出了一个 C 字的形状啊，这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样子。OK， 同学们，3点总结3点，维也纳的架形跟其他摆荡舞蹈有不一样，但不多，实践当中可能会更少，只要微微高一点。第2点，维也纳在书本上是没有斩钉截铁是没有升降的，但是在理论当中，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摆荡更漂亮、更完美，我们加了一个身体的一个修饰性的倾斜，所以现实当中、实际当中是什么呢？是脚不伸，身体伸。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上身这个摆荡，我需要的是延伸你的左边，女生也是延伸你的右边，所以女生说错了，女生是延伸右边，男生是延伸你的左边，收缩男生，女生收缩你的左边，女生收缩你的右边，产生一个 C 字的形状，OK。